燕京的夜晴朗，伴随着严寒。叶晨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丝毫没有睡意。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在他脑海之中如三江交汇，让他心乱如麻。而此时此刻，在上千公里外的普陀山寺院的某一处青砖院落中，一位如画一般的妇人正坐在院中的藤椅上，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。妇人五官绝美，气质超凡，50多年的岁月也只在她眼角留下了些许细碎的皱纹。这位妇人便是叶晨的生母安承熙。年迈却十分健硕的孙姐这时快步走到院中，恭敬地说：“夫人，四海留在叶家的手下汇报，叶家老爷今日与晨儿长谈了一番。”哦，安承熙好奇地问他：“我公公与晨儿聊什么了？”孙姐一脸恭敬回夫人：“他们在聊顾小姐。”囡囡啊。安承熙脸上带着几分柔和的微笑，又问：“聊到囡囡什么了？”孙姐便将得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安承熙。安承熙越听越是吃惊，最后不由惊叹，言中也是一片苦心啊。孙姐点点头，属下也这么觉得。顾家对少爷确实令人钦佩。安承熙感慨道：“我公公说的没错，晨儿终有一日将以叶家继承人的身份回归叶家，回归大众视野。到那时，萧初然未必能接受得了。”孙姐问他：“夫人，您觉得这件事如何才是最优解？”安承熙神色一凛，沉思半晌，才严肃说道：“最优解不止一个，但都不是维持现状。”孙姐忙问：“您的意思，少爷与那萧初然并不合适？”对，安承熙点点头。片刻后，他感慨道：“两人的感情，于我看来并不纯粹，而且隐患太多。一旦晨儿解决了吴飞燕的麻烦，回归叶家，等待他的将是叶家、安家，以及他自身实力的三重加持。到那时，他会是全世界最耀眼夺目的新星。如果那时候再与萧初然传出婚变，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。”孙姐点点头，恭敬地问道：“那夫人，您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呢？”安承熙沉默片刻，娓娓道：“萧初然的父母都是不可控因素，但萧初然本身应该还是可控的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想点什么办法，让他机缘巧合下知道晨儿的身份啊？”孙姐紧张不已地问：“让他知道少爷的身世，那岂不就将少爷置于危险之境了吗？”安承熙认真道：“所以我说要可控。如果萧初然知道晨儿的身份，知道晨儿以前对他的欺骗，知道晨儿身上所肩负的使命，那你觉得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？”孙姐想了想，他大概率会和少爷离婚吧。是，安承熙点点头。如果他的性格不是演的，那以他的秉性，大概率会和晨儿离婚。一边是长时间遭到欺骗所带来的失望，一边又是晨儿身世背后所隐藏的血海深仇。如果他真的爱晨儿，我相信他会选择与晨儿摊牌之后，带着这个秘密默默离开，甚至不会告诉他的父母。孙姐忙问：“夫人，您的意思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萧初然？”对，安承熙严肃地说，是时候让他知道了，且晨儿现在的情况也不适合有太多后顾之忧。如果他能够离开晨儿，哪怕只是暂时的，对晨儿来说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。孙姐又问：“那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萧初然知道呢？”总要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去面对萧初然，才能够让他信服。说完，他问：“夫人，要不您看我去找机会见见他，如何？”“你不合适。”安承熙果断拒绝，认真道：“你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失踪多年的人，你去见他，告诉他这些，他未必会信。”孙姐问：“那您觉得谁更合适？”安承熙道：“全世界有且只有一个人合适，那个人就是唐四海。”说着，安承熙又道：“若是让叶家人或者安家人去告诉萧初然，固然有说服力，但晨儿将来知道之后，一定会埋怨他们，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人，不适合来当这个恶人，还是让四海委屈一下吧。
他在叶家效力多年，网上到处都能查到他的信息，让他来说，萧初然不会怀疑的。孙姐恍然大悟，轻轻点头说道：“还是夫人考虑得更为周全，让四海来做这件事情，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。”他想到一件事，赶紧又问：“夫人，如果萧初然知道这些之后，并不打算离开少爷怎么办？”安承熙淡淡道：“不离开也不要紧，晨儿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说得上是雷厉风行，果断干脆，唯独这件事情拖拖拉拉，犹犹豫豫，他迟迟不敢告诉萧初然真相，以至于两人的夫妻关系也存在着许多隐患。如果萧初然知道这些之后，不准备离开晨儿，那他肯定选择留在晨儿身边，与晨儿好好生活。那样比起现在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来说，也是件好事。作为婆婆，安承熙对萧初然是有些微词的，别的什么都不说，两人结婚数年，至今没有夫妻之实，这让哪个婆婆恐怕都接受不了。如果萧初然能离开叶晨，安承熙愿付他100亿分手费，让他一生衣食无忧，这样叶晨也能从这段畸形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，得到彻底的自由。如果萧初然不愿意离开叶晨，那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给萧初然极大的压力，让他必须与叶晨更进一步，起码要先有夫妻之实。所以在安承熙看来，这两个结果无论哪一个都比现在要强得多。既然叶晨迟迟不愿迈出这一步，那自己这个当妈的就想办法帮他迈出去。于是他立刻对孙姐说道：“让四海准备准备，悄悄回国吧。”孙姐点点头：“好的，夫人，我这就跟四海联系。”安承熙又嘱咐道：“告诉他不要坐飞机回来，找个靠谱的水路渠道过来吧。晨儿现在有 AI 模型，如果从正规渠道入境，很容易会被他的 AI 模型监控到。”孙姐说：“夫人，水路可能会很慢，到国内恐怕也要下个月了。”没事，安承熙道，慢一点不要紧，别留下线索才最重要。万一晨儿找到他，就等于找到了我，他有的是办法从四海那里问出我的讯息。